然在不到半岁的媚珠身上看到了狡猾，这孩子实在是太聪明了。因为媚珠总越狱，饲养员就把小窗口关上了。媚珠等到饲养员给她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先假装抱着门框玩，趁香香姐一不留神就往门外冲，但很快就被香香姐抓了回来。媚珠很不服气，她还想咬香香姐。香香姐把她放在木马上，看媚珠此刻的眼神就知道她已经想好了下一步的计划。香香姐刚松开她，她就立刻冲向门口，但她看香香姐跟了上来，就战术性的撤了回来，又假装抱着门框玩，让香香姐放松警惕。香香姐也就刚松口气的功夫，媚珠又往外冲了。这次被抓住后，她就开始撒泼打滚。媚珠不到半岁就长了800个心眼子，也难怪青姐会说媚珠很奸诈。到哪里像小朋友的样啊，像成年猫那种奸诈样，这眼珠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。不仅如此，媚珠还很勇敢，小小年纪就会立定跳远。本来在木架上玩耍的媚珠，突然决定要从木架上跳到桌子上。只见她腰决定，做好了起跳准备，就这么纵身一跃，小家伙还真就成功了。真的很难想象，这是不到半岁的小熊就能做到的吗？后来媚珠又尝试了一次，结果这次却失败了，摔了个大马趴。毕竟她还太小，体力难免有些跟不上，而且不到半岁的媚珠已经开始有标记行为了。青姐说媚珠很早熟，还不到6个月就会做标记了。我记得其他那些个都是7、8个月、8、9个月才有这行为。你看那行为都早一拍，早熟了，早熟小孩啊，早熟，咬人这个伶俐劲儿也早熟，其他的到他这年龄段哪有这么狠的，哪有这么凶的，机灵古怪的，逮谁咬谁。看到媚珠如此厉害，很多网友都认为媚珠绝对是也培的好苗子。媚珠适不适合不知道，但她那个一天要生800遍气的妈肯定不适合。萌萌内心 OS： 你们可别乱说话了，本小姐可吃不了那个苦。媚珠这孩子也是无敌了，她竟然又越狱了，而且这次还是踩着妈妈的肩膀跑出去的。只见媚珠先来了个引体向上，然后借助妈妈的肩膀使劲往上爬。经过几轮的努力，媚珠终于再次越狱成功。而她在一边认真干饭的老母亲，甚至都没有回头看她一眼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菊萌萌才回头看了看，还寻思这是谁家的熊孩子，怎么自己在外面玩？这家长可真不合格。吃完瓜后就回过头继续干饭了。当媚珠拱翻小板凳的那一刻，菊萌萌才缓过神来，不对，那是我的崽，原来是自己家的熊孩子偷偷溜出去了。菊萌萌疯狂点头示意媚珠赶紧回来。媚珠这个叛逆小孩还故意走向妈妈，然后再转弯走开，像是在说想让我回去啊，门都没有。更搞笑的是，大梁过来后从角落里抱起媚珠，然后把她又从小卖部的窗口给原路遣返了。这一幕真的看着不要太搞笑，而且现在的媚珠越狱已经达到轻车熟路的程度了，不知道一天到晚她要从这个小窗口爬出去多少次，就算是当着大梁外公的面，她也要往外爬。小小的媚珠就能有如此强大的臂力，把自己挂在窗口上时，就像是一只晾晒的毛绒玩具。估计再过半个月，媚珠的大脑袋就不一定能从小卖部爬出来了。不知道那个时候媚珠会不会很疑惑，之前明明都好好的，今天怎么就突然过不去了呢？而且如今不足5个月的媚珠已经开始学习爬树了，估计长大后又是一个独立自强的大女主形象。媚珠也是超凶的，因为大梁外公总喜欢逗她玩，有时候媚珠也受不了这个粘熊精，所以当大梁靠近她时，媚珠就会扬起手掌要打她。虽然大梁有点欠的，但媚珠可以说是大梁的心肝宝贝。他在看媚珠时，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都是宠爱，就像在看自己亲手带大的孩子一样。他会轻轻地叫醒熟睡的媚珠喝水，也会轻轻地摘去媚珠身上的树叶，甚至会用手擦去媚珠下巴上的水。一切的爱意在这些细节中都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大梁也是全网猫粉最羡慕的男人了吧？这舞姿妖娆的大熊猫，就是生活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九九。九九长得很漂亮，大大的脑袋，蓬蓬的脸。他的妈妈是天津八里台的大姑奶奶格格，爸爸是浓颜系大帅熊金科，生活在大连的妙音以及南山竹海的华丽都是他的亲姐姐。九九很爱笑，他挂在树上，向下探着脑袋，冲游客笑的模样，真的可爱数了。而且他还像小狗狗一样吐着舌头，向大家招手，应该没人能拒绝一只这样的九九吧。九九喜欢躺在绿化带里吃石楠叶，石楠叶是一味中药，有补肾等功效，不知道是不是补过头了。九九吃着吃着白眼一翻，扑通一声就倒地上了，只能说九九是有点演技在身上的。九九还有一个神技能，别看他嘴筒子短短的，打包本领老厉害了，像这样一次打包3根竹笋都是小意思，九九一次能打包几根，取决于饲养员给的笋笋的数量。这天九九笑眯眯地爬上木架，看到饲养员给他放的笋笋，九九闻了闻后，打算打包到一个舒服的地方去吃，结果第一下没有全部叼起，于是他又重新打包了一下，反正就是要一次带走6根笋。
但别看九九平时总乐呵呵的，有时候也会生闷气。他的生物钟很准时，一般到了下班点，他就会坐在门口等着奶妈开门回家。结果有一天奶妈没忙完，晚来了几分钟，九九就不乐意了，自己气鼓鼓的坐在木架上，任凭奶妈怎么喊他都不回去。奶妈哄了半天才哄好，但九九和奶妈大多时候还是天下第一好。这天有游客把喝过的酸奶盒丢进了九九的院子里，奶妈很着急，怕九九误食有危险，于是就不顾自身安危进到场地去捡。奶妈小心翼翼地递给九九一个苹果，九九也很懂事，乖乖地坐在那里吃，让奶妈把酸奶盒捡走。当时的九九已经成年了，奶妈为了九九也是豁出去了。所以大家逛动物园还是要自觉，不要做对动物健康有害的事，也不要给饲养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可爱的九九提醒大家要文明参观哦。女友变老铁更令金虎伤心的，恐怕就是自己现在还单着。老铁已经谈上甜甜的恋爱了吧？现在的普普和冰华每天都在上演甜甜的东北爱情故事，日常不是拉小手就是摸小脸的。金虎内心 OS： 清汤大老爷爱，命运怎么就这么不公啊？凭什么诈骗犯都能拥有爱情，而我金城虎却不配？而且普普真的很会哄女孩子开心，不仅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他有好吃的好玩的也都要给冰华送去。这天两小只正在玩呢，可能是普普惹冰华生气了，普普为了哄冰华开心，就让冰华咬自己的耳朵，即便自己疼到咬手背，那也愣是没躲开，也没叫一声，害怕冰华玩累了会饿肚子，还会给他打包自己精心挑选的竹子，从栏杆缝隙递给他吃。看到有意思的东西，哪怕是一根小树枝，也要屁颠屁颠的拿过去给冰华看。普普还会主动给冰华按摩挠痒，这任谁看了能不心动啊？而且他每次和冰华约会都会精神饱满的冲过来，还要在冰华面前耍一下帅，情绪稳定又知道疼人。万万没想到竟然在一只熊猫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理想型，这也难怪冰华被这个车座子迷得五迷三道的。有时候普普没出来，冰华还会守在墙边等他，会主动让普普摸自己的小脸。其实类似的事情我们金城虎也做过，只是方式不一样。普普是怕冰华饿着给冰华送吃的，而金虎是怕自己饿着来偷飞云的笋给自己吃。啊，我偷笋了，能有多少？摸脸撩妹这样的事儿，金虎也干过，只是普普是在气氛到了女生同意的情况下，而金虎是在人家飞云睡觉的时候，生生的把人家扒拉醒的。飞云吼他两声不愿意理他，他还不知收敛，在作死的边缘反复横跳。于是他成功勾起了飞云的起床气，几个大嘴巴子扇过去，又咬住了金虎的头套。完咬上了，谁呀？你别咬啊，金虎啊！最后疼的金虎连连求饶，飞云才算高抬贵手放他一马。照这么来看，飞云和妙音都不喜欢金虎，也是有原因的。果然只有当过女孩子的才知道怎么哄女孩子开心。金虎还是跟你的前女友学一学怎么哄女孩子开心吧。这坐姿霸气的小熊正是基地新晋的黑恶势力，人送外号邪恶姚丽蓉的小鳌拜。看他坐在大宝座上，眯着眼睛仰着头的样子，妥妥的拿捏了纨绔子弟的气质，一看就是那种狠混的坏小孩。曾经的小鳌拜扁扁的一只，趴在草地上的样子就像一张熊猫毛毯。然而如今的小鳌拜不仅完成了从2D 到3D 的逆袭，还打破了只要被那个女人亲过就会长成战五渣的魔咒。小鳌拜之所以会被称为黑恶势力，一方面是因为他真的很能吃，即便招美妈妈的奶大部分都被他吃了去，他还要抢小金豆的盆盆奶，所以就算他坐在第2排，看上去也要比第1排的小金豆的脑袋大上1圈，体型上也要比小金豆大好多，以至于他和小金豆同框时，有不知情的游客竟然以为他是待宰母猫。另一方面是因为小鳌拜这孩子歪得很，日常不是打奶爸奶妈就是打招美妈妈，小金豆自然也逃脱不了邪恶姚丽蓉的魔爪。小鳌拜仗着招美妈妈脾气好，整天欺负干妈，仰着小手打招美，还扑上去咬干妈，招美也是惯着他，全程都没怎么还手。这事儿要是搁到艾女士的身上，高低也得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。小鳌拜闹奶时也很歪，别的小熊妈妈不给喝，闹2下就走开了，小鳌拜可不是，他就守着招美妈妈，那是走一步跟一步啊，直到冯娘娘给他吃了才罢休。小金豆大部分时候也不是他的对手，本来小金豆自己坐在大宝座上，小鳌拜看到后过来和他抢，小鳌拜靠着自己的体重优势，很快就占据了上风，最后直接把小金豆给掀下去了。小金豆心里也是苦，小鳌拜把自己妈妈的奶喝光了，吃得像小猪一样壮，然后反过来还要打自己。更过分的是，小鳌拜还要抢自己的盆盆奶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奶爸为了控制小鳌拜的体重，给小金豆补奶的时候都背着小鳌拜，但小鳌拜发现后非常不开心，抢着闹着也要喝，奶爸缠不了他，就来了一招偷梁换柱，给小金豆的是盆盆奶，给小鳌拜的是盆盆水。小鳌拜也不管这么多，只要用盆盆装着就行。
一口气就全干了，甚至喝完后还让奶爸给他擦嘴。看得出来，小鳌拜还是很注重仪式感的。平时小鳌拜犯浑的时候，奶爸也是缠不了他，每次抱他都把自己憋得脸通红，小鳌拜自己还笑眯眯的。由此看来，网友送他这个邪恶姚丽蓉的外号和小鳌拜还是很贴切的。